继续讲大乘起信论。这个起信论呢，可能有人会觉得很晦涩，就感觉理论性特别强，很难搞明白他要说什么，费挺大劲搞明白了，也不知道学这个有什么用。其实有这种感觉呀，很正常，因为起信论它就是晦涩的，包括之后要讲的隋唐宗派天台宗、华严宗。天台华严的理论比起信论还要晦涩。中国佛教的这种状况啊，一直到禅宗兴起才得到改善。禅宗以前的中国佛教理论性都挺强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个和佛教的经济基础有关。至于怎么有关的，等讲到禅宗的时候再细说。总之呢，我就是想说，禅宗以前的佛学呀，大家就大概听听就行了，当做一个背景知识了解一下。不要觉得好像我必须要听懂起信论才能继续往下听，不是的。禅宗以前的内容啊，就做到了解就足够了。你要是真正的想把如来藏搞明白，找到自己的心性真如，或者说的佛教一点叫开悟吧，其实你听禅宗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大家就轻松一点来听起信论。上次课把离言真如说完了，下面是一言真如。虽然真如离言离相无有可说，但为了众生理解，勉强依言说加以分析。复次真如者，依言说分别有二种义，云何为二？一者如实空，以能究竟显实故；二者如实不空，以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故。其次真如有两种含义，哪两种呢？一是如实空，这种说法能显示出真如的自体；二是如实不空，就说真如具有清净无漏的法性功德。下面就详细解释什么是如实空和如实不空。先说如实空。所言空者，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故，为离一切法差别之相，以无虚妄心念故。所谓空，是指真如与世间一切虚妄染污的现象都不相应，它远离一切事物的差别之相，没有任何的虚妄心念。简单的说，就是真如本性清净，与一切虚妄杂染法不相应，这就是如实空。当知真如自性，非有相非无相，非非有相非非无相，非有无具相。应当认识到，真如的本性既不是有相，也不是无相，既不是非有相，也不是非无相，也不是亦有亦无相。就说你不能用有和无这一对概念去描述真如，你不能借助语言去理解真如。非一相非异相，非非一相非非异相，非一异具相。既不是一相，也不是异相，既不是非一相，也不是非异相，又不是异相。乃至总说一切众生已有妄心念念分别，皆不相应，故说为空。若离妄心，实无可空故。总而言之，众生因为虚妄心念才产生念念分别，均与真如本体不相应，所以才说真如为空。如果远离虚妄心念，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可空的。下面讲如实不空。所言不空者，以显法体空无妄故，即是真心常恒不变，净法满足，故名不空。此处所说的不空，指真如本体离垢无妄，恒常不变，具备圆满无缺的清净之法，所以说它不空。亦无有相可取，以离念境界为正相应故。它是没有任何形象可以直取的，远离一切妄念，只有对真如的切身证悟才能与之契合相应。这样新真如门就讲完了，下面看新生灭门。新生灭门包含三大部分。第一部分讲阿赖耶识的本觉、不觉和始觉的问题。第二部分讲心识结构。第三部分主要讲心的运动以及染净诸法之间的熏习。第一部分阿赖耶识。心生灭者，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。依存于如来藏而有生灭心，
如来藏是生灭心存在的根本原因。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，非一非异，名为阿赖耶识。不生不灭的如来藏与有生有灭的生灭心和合在一起，这就是阿赖耶识。如来藏是本性，生灭心是现象，本性与现象不一不异。此时有二种义，能摄一切法，生一切法。云何为二？一者觉义，二者不觉义。这个阿赖耶识能包摄一切染净诸法，也能派生一切染净诸法。它具有两种含义，觉和不觉，就是有觉悟的赖业，也有不觉悟的赖业。下面讲觉悟的赖业。所言觉义者为心体离念。所谓觉呀，就是说心的本体，也就是心性真如，远离一切妄念。离念相者，等虚空界无所不变。真如远离妄念，就如同虚空一样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包。法界一相即是如来平等法身，依此法身说明本觉。法界一相指一切现象，一切现象虽然千差万别，但就体性上来说都是真如之相，所以叫做一相。法界一相就是平等的如来法身，众生心的本质是基于如来法身的，这个法身大家都有，你自己的心性就是如来法身，可以依着这个法身说众生心是本来觉悟的。何以故？本觉义者对始觉义说，以始觉者即同本觉。这里把本觉始觉对照起来说，始觉就是成佛之后的觉悟，在众生位的时候没有觉悟，成佛了觉悟了，这就是始觉。本觉就是说众生在没成佛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觉悟的了。翻译一下这句，为什么说众生本觉呢？本觉的含义是相对于始觉而言的，因为始觉之后的状态就是本觉的状态。这句话就说为什么说我们是本觉的？因为始觉之后觉悟到的就是如来平等法身，而如来平等法身呢，我们本来就具有，所以说我们是本觉的。下面讲始觉。始觉义者，依本觉故而有不觉，依不觉故说有始觉。始觉是怎么有的？基于本觉而产生不觉，基于不觉才有始觉。我们本来都是本觉的，但因为虚妄分别心的障缚而不自知，所以变成了不觉。等什么时候去掉了虚妄分别心，就是始觉。又以觉心缘故名究竟觉，不觉心缘故名非究竟觉。彻悟到心是万法的根源，称为究竟觉；没有彻悟到心是万法的根源，称为非究竟觉。进入佛位的一刹那是究竟觉，之前的都是非究竟觉。咱们看一个图，这个图是起信论中主要概念的总结，咱们遇到一个讲一个。先看第一行，是菩萨修行的阶位，从凡夫开始，实信位，实住实行实回向，再往上呢就是菩萨实地。起信论涉及的有初地，还有7、8、9地。初地在起信论里叫做净心地，7地叫无相方便地，8地叫色自在地，9地叫心自在地，最后就是如来地。然后看第二行，始觉4位，有4种始觉：凡夫觉、相似觉、随分觉和究竟觉。究竟觉是彻悟到心是万法的根源，这是究竟的觉悟，觉悟了你就成佛了。其他3种是非究竟的，接下来就讲非究竟觉。此意云何？如凡夫人觉知前念起恶故，能指后念令其不起，虽复名觉，即是不觉故。
什么意思呢？例如一般的凡夫能够觉知到前念的错误，从而防止后念的产生。这虽然也叫做觉，但由于没有彻悟心源，实际上也还是不觉，这就是凡夫觉。如二乘观智、初发意菩萨等，觉于念意念无意相，以舍粗分别执着相故，名相似觉。又如小乘的阿罗汉以及初住菩萨等，他们都能够觉知到万法的变化相都是妄念，就说变化都是假的。比如之前讲的物不迁论，他们舍离了粗分别执着相，所以叫相似觉。看这个图，小乘阿罗汉和初住菩萨，他们的觉悟就是相似觉。相似觉啊，就是说有一点觉悟，但并不是真正的觉悟，所以叫相似觉。如法身菩萨等，觉于念住念无住相，以离分别粗念相故，名随分觉。又如正得法身的诸菩萨等，能够觉知万法的安住相都是妄念。所谓安住相啊，就是摆在那儿不动，事物不动你都觉得那是假的，事物存在本身就是假的，因而舍去了心念上一切粗重分别的执着。因为是一点点的部分的断除无明，所以叫随分觉，就是随着修行的进行，一分一分的慢慢觉悟。看这个图，初地以上的这都是随分觉。如菩萨地尽满足方便，一念相应，觉心初起，心无出相，以远离微细念故，得见心性，心即常住，名究竟觉。至于修习十地已尽的菩萨，圆满的完成了六度万行，能够一念间与真如契合，觉悟的心出动，而心没有触动的相状。就说你觉悟的时候是不会产生我觉悟了这个念头的，你一有这个念头就不是真正的觉悟了。因为这种觉知已远离微细难知的无明生相，就是无明是怎么产生的你都知道了，能彻见本有的佛性，使心湛然常寂，达到最终的觉悟，所以叫究竟觉。就是佛位的时候才是究竟觉。是故修多罗说，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，则为向佛智故。修多罗就是佛经啊，因此佛经中说，如果众生能够关照到无念的道理，就是趋向如来的智慧。有心起者无有出相可知，而言之出相者即为无念。上面说的究竟觉的时候决心初起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初起之相可言。所谓的知出相，就是恢复到本来无念的状态。是故一切众生不明为觉，以从本来念念相续，未曾离念故，说无始无明。一切众生虽具本觉，但不能名为觉，因为他们从本以来念念不断，从未离念，所以才说他们无始以来为无明所缚。若得无念者，则知心相生住意灭，以无念等故，而实无有始觉之意。如果证得无念本觉，则会觉知一切众生的生住意灭心相其实都是虚妄分别，并体悟到他们在无念上原本是平等一如的。这个时候你就能认识到不觉与始觉其实并没有区别，因为心性真如始终是不变的。以四相俱实而有，皆无自立，本来平等，同一觉故。上述生住意灭四相同时存在于妄念之中，都没有自己的实性，只是心识的分别而已。一切法本来都是平等的，因为它们的本性都是心性真如。先休息一下。